宇浩，再次感谢你们对傲天手下留情。唐门和天魂帝国渊源深厚，自当以和为贵。对，打比赛谁会杀人呢？吓吓他的，谁让他为了赢对宇浩动了杀心？冬儿妹妹，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傲天是我未婚夫，真不知道该羡慕你们谁的福气了。一对金童玉女，般配。你们这些小怪物不是更般配？周老师，好了，该进入正题了。高级隔音魂导护罩，开。关于徐天然的阴谋吗？聪明，不愧是你，宇浩。直到循环赛，我们派3波探子回国递送消息，都毫无回音。我身边的93级星云斗罗亲自反悔星罗，他老人家也失踪了。这个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我们本体宗的封号斗罗跟进侦查，名都周围也被布下天罗地网。我们这群人犹如瓮中之鳖，被徐天然的阴谋大手牢牢笼罩。徐天然要对付本次参赛的所有精英队伍，看来他已经做好了发起战争的准备。玄老亲自巡视山脉，发现他们并没有把名都4面都围上，而是围3留1，空出西面。我们需要集中力量从这个方向突破。周老师，史莱克来了多少力量？玄老、仙院长和海神阁4位宿老，共6位封号斗罗。学校真的很重视我们的安危。那我们加起来已经超过12位封号斗罗了，希望很大。不，这才正中徐天然的下怀。宇浩，你的意思是徐天然正希望12位前辈强者为了我们冒险闯那条路？那不是活路，肯定是一条必死之路。徐天然好阴险的心思，差点中了他的陷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有个计策，请说。佯攻明德堂，实则刺杀徐天然。徐天然一死，日月继承之争爆发，紫薇可解，战争不起。我赞同。周老师，您怎么看？2位公主怕是早已商量好，要拉着史莱克共谋大计。我虽已看破，但大敌当前，不能和朋友势力起内讧。我不能代表学院做决定。徐天然身为日月摄政王，有明德堂和圣灵宗2个盟友，此次行动难度极大。我们唐门会与史莱克、海神阁苏老商议，再告诉2位公主我们的答案。那就定于半决赛之后吧。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2位公主并不简单，他们想维护2国的利益，如果能以命换命，他们能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命交换徐天然的命。九九公主，你们史莱克前任队长是马小桃？是的，有小桃姐消息了。我的线人来报，疑似马小桃的魂师守护在皇宫，圣灵宗黑衣人称呼她为火凤圣女。火凤圣女，小桃姐。果然是圣灵宗。明天的半决赛千万小心。小桃的情报是他们邀请我们史莱克加入行动的筹码。刺杀徐天然？日月帝国现任皇帝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上台后根基不稳，各方势力争权夺势，政局混乱了很久。而徐天然在众皇子中以铁腕手段脱颖而出，最终获得太子之位。如今，整个日月帝国各方势力已经被徐天然整合，他这个摄政王，实际已经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掌控者了。徐天然一向主战，而且日月帝国皇帝身体已经不行了。如果让徐天然统治日月帝国，战争很快就会发生。只要他死了，日月帝国必定会出现内乱，就能让战争延迟一段时间，让各国充分做准备。我观察徐天然确实很有枭雄的味道，这人看上去十分阴沉，又拉拢了明德堂主敬红尘，甚至连那圣灵宗很可能都是被他拉过去的。这么一个人，想要偷袭将其击杀，恐怕很难。他们要发起这次行动也是迫不得已，
毕竟事关两国安危。相比于国家的利益来说，个人的生命都是小事。那我们要不要加入这次行动？我会将此事上报学院，想办法把小桃接回来。当然还有小雅。不过孩子们，明天的比赛切忌感情用事，尤其是你，贝贝。大师兄，贝贝，对付圣灵宗还是我打头阵吧，这我比你有经验。王秋儿，你们今天对本体宗的比赛很不错。对阵圣灵宗加油！期待决赛和你们相见。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居然会夸奖别人。全大陆青年魂师精英大赛经过1个月的激烈角逐，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半决赛。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晋级半决赛的4支队伍入场。他们分别是史莱克学院。队长好受欢迎啊！本届大赛，史莱克的战绩几乎是秋儿一个人打出来的。加上史莱克本就是夺冠最大热门，作为队长的秋儿人气自然就高了。可惜的是，除了秋儿，其他队员比起唐门战队有着明显差距，想要卫冕冠军，恐怕不容易了。天龙门，飞将出龙城，双龙争锋了。咱们地龙门跟天龙门本来是并驾齐驱的，现在天龙门杀到了半决赛，而地龙门却早早被淘汰。真是丢死人了！队长，刚收到掌门传信，说他明天就到。妈妈，唐门，看来我们是凭实力赢得了名都观众的尊重了。圣灵宗，圣灵宗听说是邪魂师啊！他们上一场比赛你们看了吗？太吓人了，直接在比赛台上行凶啊！圣灵宗跟唐门一个半区，要是唐门不能阻止他们的话，圣灵宗夺冠几乎板上钉钉。哼，我可不想看到这些难看的邪魂师夺冠。唐门，唐门，唐门加油！唐门加油！圣灵宗明明是日月帝国唯一一支晋级半决赛的队伍，怎么路人缘这么差？因为他们是邪魂师。无论日月帝国的民众对原斗罗大陆3大帝国抱有怎样的敌意，对于用邪恶手段修炼提升实力的邪魂师，没有哪个正常人能接受。这一点，恐怕连日月帝国官方也是同样的态度。要是真的让邪魂师获得了本届大赛冠军，日月帝国就成了一个笑话，至少也是全大陆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历史上的绝对污点。贝贝，你可别犯糊涂。今日一战，史莱克面对的是输赢，我们面对的可是生死啊！大师兄，别忘了周老师昨晚的话。不知道史莱克和天龙门是怎么个打法？橘子，你说上午这一场，史莱克对天龙门谁能赢？臣妾不好妄自猜测，但想来这场比赛胜负应该和双方的队长有直接关系。臣妾听闻外面一直在传，他们谁是本届大赛的最强龙魂师？最强龙魂师？哼，他二人的龙武魂比之本宫又如何？殿下的紫皇灭天龙，乃是太阳中孕育的灭世神龙，是司掌毁灭的天下至尊。其实凡品龙武魂可以相比。不错不错，就如这精英大赛一般。纵使下方打得再激烈，也不过是我等上位者消遣的游戏罢了。
橘子，你要记住，你是本宫的太子妃，下面的人纵然实力再强，也不过是你驱使的蝼蚁。有请对战双方登场。谨遵殿下教诲。谁与争锋？大威天龙。谁与争锋？大威天龙。谁与争锋？个人赛第一场，玉天龙对王秋儿。情报。九九姐，我可以进来吗？这声音是？难道维娜也是皇室成员？你认识维娜？她是天魂帝国的公主。九九公主，可以让维娜公主进来一起协商吗？我有一件宝物想跟你们分享。霍雨浩，好久不见。你这是？一些意外，不提了。居然有这种事！九九姐，以日月帝国和圣灵教的实力，一旦开战，我们任何一国都无法抵御。你打算怎么做？联合。我会尽快向皇兄禀报。只有团结所有力量，才有一线可能逆转形势。两位公主殿下，合作也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不过，我们所代表的并不是史莱克学院，而是我们的宗门唐门。唐门？这是宇浩研制改良的诸葛神弩炮，虽然是4级定装魂导器，其威力却可以与6级魂导器媲美。而最关键的是，其中的充能奶瓶。这件魂导器就当是我们唐门的一点心意，你们可以拿回去研究。如果有意愿合作，我们随时恭候。诸葛神弩炮。冬儿，你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不仅让天魂帝国也成为了我们的潜在合作对象，还让他们自己去琢磨轩老师研发的密封奶瓶技术。想来唐门很快就会多出2名新客户了。轩老师亲自监工的唐门地下工厂已经开始建造了，等完工后，一些高阶的魂导器也能投入生产。再有星罗天魂2国的支持，相信能遏制一下日月帝国的行动速度。冬儿，你辛苦了。其实你不必做这些，我知道你性子直率。这是我自己想做的。昊天宗与唐门同气连枝，发展唐门，我义不容辞。眼下还有件棘手的事，明天魂师大赛就正式开始了。可是大师兄的伤势，至少还需要静养10天。您正在收看的是日月电视台。本台消息：第2024届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开幕式正于今天在郊外大赛场馆内隆重举行。欢迎诸位来到日月帝国名都大赛会场。本届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开幕式由本亲王主持，有请参赛的167支各学院和宗门代表队登场。冬儿，你的商业头脑这么快就帮唐门取得了开门红。刚刚那2位公主递了消息过来，以后每个月唐门供给他们各10架诸葛神弩炮。冬儿，这是你谈下来的，以后就由你负责吧。宇浩，我养伤期间，比赛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哇，这么多参赛队，比上一届大赛规模大多了。最后即将登场的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代表队。
陆的青年才俊齐聚于此，实乃千古难遇之盛事。登基为帝了。那是龙皇斗罗凌逍遥，他竟然也来了，还护卫在徐天人左右。看来我们的猜测没有错，日月帝国果然与圣灵教狼狈为奸。99级的至高存在站对日月帝国，看来斗罗大陆的局势已经非常微妙了。各位日月帝国的子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这里，我代表摄政王殿下，欢迎你们的到来。同时，我代表摄政王殿下宣布，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现在开始。众卿，入座吧。欢迎各位，我是本场的裁判。预选赛阶段淘汰赛第一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对阵屠龙宗，个人淘汰赛，双方队员入场。来自斗灵帝国的屠龙宗战队，不怎么样啊！哎，真是！全场以隆重的掌声有请来自日月帝国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战队。第一场比赛本该是上届冠军率先登场。主办方居然明目张胆把史莱克学院换成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本届大赛的赛制是每场比赛由1轮个人淘汰赛和1场团战组成，
个人赛7场获胜，总计7分，团战计5分。也就是说，只要有一队个人赛开场1穿7，团战就不用再打了。奇怪，魂导师明明在团战上优势更大，日月帝国怎么会颁布这样的比赛规则？个人淘汰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孟红尘对战屠龙宗风慎。孟红尘，日月帝国算盘打得不错嘛。按照往届大赛规则，揭幕战是要上届冠军出赛的，但上届的冠军史莱克学院却首轮轮空，自然就由他们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大显神威了。五环魂王，这个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了。比赛开始。斗罗大陆宗门林立，这些宗门往往精于同一种武魂的修炼，因此更容易培养出强者。等等，你们看，个人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胜出，请屠龙宗派出下一名队员。比赛开始。预选赛第1轮，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胜出。1穿7，那个孟红尘气势像1穿7的壮举。而且他的对手屠龙宗并不是弱队，有2名5环魂王压阵，在他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这一届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比5年前更强了，他们对冠军势在必得。唐门的首战在明天，我们再看看首轮其他对手的表现。允许宗门参赛后，这届大赛全乱套了，一半的传统强队被宗门队伍淘汰了。有意思的是，维娜和暮雪明明是天魂帝国皇室成员，却代表一个叫血魔宗的宗门出战。这次大赛，宗门战队的实力普遍高于学院战队，更加显得揭幕战轻松取胜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实力恐怖了。你们似乎对孟红尘1穿7并不怎么意外。红尘兄妹作为交换生进入史莱克的那段时间，我跟他有过几次切磋。他虽然是魂导师，却在武魂修炼上极具天赋。学院也不藏私，所以他在学院3年，武魂修炼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而且他隐藏很深，我们是探不出他实力的极限。他的实力，我估计已经有65级了。你们在这里啊？孟红尘，你们怎么不是代表史莱克学院比赛啊？真是让我好找。你找我有事？我从组委会那里查到，你们这一次是代表唐门出战的。唐门，不就是4000年前被我们日月帝国击溃的古老宗门吗？他还没消亡呢。你胡说什么？那我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唐门的实力。冬儿，我们走。你是霍雨浩？你怎么？4000年前投降的是日月，
4000年后被唐门踩在脚下的也将是日月。不信，你可以试试。冬儿，不会说话就闭嘴。真可惜，我还期待本届大赛跟霍雨浩再战一场呢。现在他已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预选赛第6场，唐门对地龙门，双方队员入场。唐门，我记得4000年前那场战争中，原斗罗大陆3国联军装备的暗器，就是出自唐门。求求我爱你！博士，你对这个宗门了解多少？回殿下，唐门是万年前海神唐三所创立的宗门，曾在对武魂帝国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不过近1000年来已经没落，唐门赖以生存的暗器，比之日月帝国的魂导武器，性能相距甚远。快看，怎么有个坐轮椅的出来比赛呀？是他。霍雨浩，唐门，这个唐门之前没听说过，怎么坐轮椅也敢上场比赛啊？那是个残疾人吧？残疾人也能参赛？有意思。霍雨浩，让我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唐门代表队，你们确定派这样一位队员上场？就是我上场。派一个残疾人出场，太瞧不起人了。队长，让我来会会这小子。冬儿，你下去吧。预选赛第6场，唐门对地龙门个人赛，比赛开始。于浩，什么？裁判，比赛结束了。个人赛第1场，唐门胜出。下一个谁来？那是西北3大天王之首冰天雪女。原来当初伙同本体宗偷袭名额堂的，就是那霍雨浩。冰天雪女的状态有点奇怪，不像魂兽，也不是魂技形态，这中间肯定有蹊跷。有请地龙门下一位选手登场。求求我爱你！我叫南秋秋，地龙门少门主，也是战队队长。唐门，霍雨浩。你这是欺负残疾人！冰地爪！
你还装弱者？极致之冰被火焰融化了，难道这不是火焰，是泯灭？能够消除一切属性能力的泯灭能力。泯灭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武魂能力，它能够在命中对手后，分解对手的属性能力，从而达到破坏效果。泯灭之光，精神干扰。我打不赢你这个坐轮椅的。你要是输了怎么说？输了，我的宗门都给你信。那个小女孩的武魂是拥有泯灭属性的胭脂龙，简直是天生的邪魂师。泯灭之光，连击！怎么回事？我明明瞄准了呀！是精神系的攻击扰乱了我的判断。精神干扰，泯灭之光无论多么无解，打不到我就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就扫射全场！泯灭连环炮！我的精神干扰是100万年魂技，避开你的攻击简直轻而易举。霍雨浩，你确实很强大，但是我的武魂专克你的这些召唤技能，你赢不了的。泯灭之掌，雪地三绝之地掌，大寒无雪。为什么？泯灭可以分解所有魂技属性，泯灭之掌，你不可能挡下来的。所谓分解，也是会消耗魂力的。我刚刚施展的大寒无雪，魂力何其雄厚，能将其分解，已经是你泯灭之掌的极限。再想伤到我，却是痴人说梦。就算你能接下我的泯灭之掌，魂力也早已耗尽了吧？再来一记泯灭之掌，看你怎么接！这招是模拟。还要继续吗？我认输，剩下所有比赛，地龙门认输。他认输了，当场也实现了遗传期的壮举。霍雨浩遗传机，霍雨浩遗传机。王妃，你可知那霍雨浩那个召唤兽是何种魂技？臣妾不知。他曾与你同在宣子文门下学习魂导器，你会不知？他调查过霍雨浩，我与霍雨浩相处不到半个月，对他了解实在有限，只知道他拥有双生武魂。殿下，此子不能留。那个召唤兽，就是明德堂失去的10万年魂兽胚胎。霍雨浩在上届大赛就是冠军队员，当时他只有3环魂尊实力，却已经展露锋芒。此后作为交换生，
加入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在魂导器上展露出惊人的天赋，更在返程途中侥幸逃过龙皇前辈的劫杀。放任他成长下去，必然会成为日月帝国的一大隐患。原来就是他从龙前辈手下逃出升天。经过上一轮淘汰赛的激烈角逐，167支参赛队伍中有84支队伍进入淘汰赛第2轮。今天将进行淘汰赛第2轮，规则跟第1轮一样，个人战加团战。蝉联冠军多年的史莱克学院代表队将在今天的第1场比赛中登场，不知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淘汰赛第2轮第1场，史莱克学院战队对阵天甲宗。双方队员请上场。天甲宗碰上史莱克，也太帅了！我们想跟史莱克战队协商，共同放弃个人战，直接进入团战。他们想直接进团战，说明个人能力弱，团体战斗力强。无所谓，反正我们都会赢。周老师赛前对他们的能力有所研究，不管是个人战还是团战，我们都有绝对优势。既然他们提出诉求，那我们就速战速决。裁判，我们同意。双方协商，共同放弃个人战，直接进入团战。请双方选手准备，比赛开始。后撤摆阵。这是7位一体组合技，难怪天甲宗只想打团战。这下有意思了。第4魂技天甲阵。7宝有名，1曰速，3曰力，5曰魂。他们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他们收敛了自己的骄傲，真正成为了一个整体。
缺了霍雨浩，史莱克学院依旧很强大。真正令人恐惧的，应该是他们。淘汰赛第1轮第83场对决，由圣灵宗对阵天都学院。圣灵宗获胜。这个圣灵宗实在太邪门了。希望我们不会